就在近日，令俄军侦察部队没想到的是，在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迎来乌军的炮击，却迎来了友方部队的火力覆盖，数十人呢是直接丧命于炮口之下。好家伙，这俄军内战是真的强呀！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近期呢，根据俄军总参谋部的2名消息人士透露，在扎波罗热南线的博罗季涅附近，一群身着乌军服装的俄军侦察部队正在接受命令深入敌后侦察情报，结果期间被俄军自己的无人机发现，并误以为他们是乌军的一小股部队，随即下令己方炮兵对该位置进行了炮击。讽刺的是与此前不同，这次炮击效果非常好。顷刻间，这支侦察部队就有32人死于友方炮火的打击之下，幸存人员也大多数存在不同程度的创伤。但这件事情呢还远未结束，在俄军火炮部队完事之后，附近的乌军随即侦测到了俄军火炮阵地，指挥官便下令用集束炮弹进行还击，战果斐然，导致19名俄炮兵阵亡，同时还有多人受重伤。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根据不确定的消息显示，乌军反击时还意外打中了俄军炮兵阵地旁边的一个军火库，引发了巨大的讯爆，并且呢点燃了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当时正好有一架载着数十名俄军军官的飞机正在降落，不幸全部遇难。更离谱的是该机场的守军误以为炮兵阵地被乌军占领，于是便摸黑的前往支援，与幸存的俄炮兵内战到了天亮。期间有数百名俄军伤亡，而导致这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正是一名俄军指挥官。他命令那支侦察小队换上乌军的制服，并没有提前告知其他任何单位。在友方炮兵部队炮击之后呢，他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原委，并随即逃离了该阵地。目前似乎正被俄军通缉。目前呢，有关于以上事情，俄罗斯官方还未做出回应，但有很大概率是真的，毕竟俄军早就不是第一次痛击友军了。首先，造成以上事件的主要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俄军跟部队之间的协调能力太差了，并且呢，俄军至今依然是还没有足够有效的通讯手段。就比如说，在去年7月18号，社交媒体上曾流传的一段视频中显示，俄军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一个大火球摇摇晃晃地从空中坠落，期间伴随着俄军阵地上猛烈的防空火炮声音。这团火球之后坠落在远处的林地，其残骸在次日被找到，经验证是俄军的苏34战斗轰炸机。经过事后分析大概是这架苏34的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未启动电子干扰系统，或许他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会在友军控制的区域遭受防空火力的打击。其实呢，在信息时代的空战中，友军误伤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只要驾驶员联络及时，空地保持沟通，基本是可以杜绝这种乌龙事件。这也能从侧面看出俄军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小的问题，部队之间的识别沟通存在缺陷，再加上卢甘斯克地区那段时间持续遭遇乌军的炮火打击，导致守军的精神高度紧张。苏34在飞临防区时，他们条件反射地认为是敌人即将进行空袭，第一时间便动用了防空火力。此外呢，就是这架苏34在执行飞行任务时没有提前通报战区，但是就算这项任务高度机密，其飞行员在可视度相当差的夜晚也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呢，至少能够躲过友军的第一轮防空火力，为紧急空地沟通争取到时间。很明显，俄军在空地方面的军事素质是有所不足的。有趣的是，俄方起初相信击落了一架乌军战机，并且将战机被击落的视频上传到了 Telegram， 但得知这其实是一架友方战机后呢，随即删除了这一视频。另外，俄军这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误击事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通信设备的不足。此前呢，检视防务分析公司研究俄罗斯军事力量的专家科斯塔斯·迪格斯认为，现今呢，由于俄军的主要通信装备大多是仍然在依靠移动网络工作，但在乌克兰前线的移动通信基站许多都暴露在猛烈的炮火中，俄军很难通过协调移动通信基站来确保无线电台在不断变换的信道上一直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极大限制并且削弱了俄军使用保密通信设备的能力。
比如说，在今年3月10号，俄军的一名中尉就曾声称，他的作战小队在为期6天的作战行动中，自身携带的通信设备根本无法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以及干扰下与后方指挥部进行联络。另外，受限于军费，目前俄军只有少量部队配备了 R187 等先进通信装备，大部分使用的依然是 R168 等老旧的无线电台，有的甚至只能使用手机进行通信。这些老式通信装备虽然也具备加密功能，但是由于使用的技术都已经落后，很容易就会被乌军干扰和追踪。另外，就算是那些配备了先进通信装备的精英部队，战时如果想要呼叫只有老式通信装备的其他部队提供支援，为了确保双方之间的通信顺畅，精英部队呢也只能使用保密程度较低的高频信道，使得先进的通信装备根本体现不出应有的能力。不仅如此，俄军通信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通信体系太过脆弱。就比如说 R187 AZART P1， 作为俄军在本次战争期间装备的最新一代的加密数字通讯系统，虽然俄军宣称该通信设备能够提供256 Kbps 的数据传输速度，其中手持型号通讯距离可达4公里，车载型号在高频段最远通信距离约为20公里，算是俄军基层单位性能最强大的军用通讯器材了。但是由于 R187 最为关键的特征就是将跳频速度提高到了每秒2万次的夸张程度，导致其需要提供成本极高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用于应对新旧设备的兼容等问题，这就给俄军的战术通信带来了巨大灾难。一方面呢，在俄军部署的 R187 的演示计划中，战车、无人机、单兵会彼此交替链接，构成看似坚固的通信网，但在现实实行中，大量计划中的关键节点由于种种原因根本就不存在。比如说，指挥和参谋车辆上并没有配备跳频无线电台，用于100公里以上数据传输的无人机也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实现。同时，通信系统呢也没有集成到俄军坦克的无线电台中等等，这就导致了俄军的前线通信网络是一塌糊涂，甚至只能实现单兵间的短距离通信，连单兵与装甲部队间的通信都无法保障，战场效果自然是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由于 R187 的单兵型号对固定中继器的依赖性极高，俄军曾尝试将电台的功率增大，但没有中继器依然无济于事。因此，为了确保通信流畅，许多便携式无线电台作为固定中继器放置在了后方指挥部与前线俄军阵地之间，彼此距离呢是不超过4公里，并且还只能延伸到中高级指挥部，根本无法配发至基层部队。这样低效的通信网络导致俄军底层部队的指挥混乱。实际上，去年俄军哈尔科夫大溃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俄军指挥部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基层部队的指挥和控制能力。无奈之下呢，为了解决基层部队的通信问题，俄军甚至动用了志愿者来实现通信数字化，也就是通过民间组织来为俄军基层部队提供通信设备，有时候呢也会让士兵自费购买。只不过这些志愿者所提供的基本都是民用无线电台，在通信的保密性方面很难保持军用的标准，再加上俄军在使用非保密通信设备时经常性的不避免敏感话题，最终导致俄军通信体系脆弱不堪，被乌军电子设备频频压制入侵，并借此打击俄军的高价值目标。而除了通信方面呢，后勤也是俄军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首先，在俄乌战争没爆发之前，由于俄罗斯非常重视行动的高度保密性，因此在北约和乌克兰的情报侦察下，相关后勤军需物资的准备其实一开始就不是很充分，甚至可以说是严重不足。而且呢，当时俄高层也乐观地认为他们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因此俄军一线作战部队从接到作战命令到出发的转换时间非常短，并且普遍存在着轻敌思想。出发时呢，只携带了3到5天的军需物资，也没有制定严密的后续保障方案，认为能在乌境内就地补给。结果各位也都知道了，由于乌军的竭力反抗，俄军不仅没有占领乌军的后方保障基地和大城市，就连自己的后勤部队都跟不上了，使得一线部队在开战后1个多月了，还严重缺乏油料、食物、药品等军需物资。另外，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俄军后勤保障任务之所以做得那么差，
要大兵看来啊，根本原因不在于后勤保障部队本身，而是俄军指挥人员的轻敌所致。就比如说，在战争初期，俄军很多部队的突击速度和距离都超过了后勤保障部队的补给能力，再加上乌军对于补给线的频频打击，最终导致第一阶段的惨败。而到了第二阶段，由于俄军从北面主攻基辅的战事不顺利，估计呢是由于前期对战事的预估太乐观，在基辅方向事先没有准备战役预备队的原因，无兵可调的俄军高层只能下令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北上增援，从东南方向进攻基辅。而这临时调整呢，直接导致了该集团军的王牌近卫第4坦克师在穿插苏梅州的途中被乌军第93机械化旅伏击，伤亡惨重。期间有超过80%的装备被摧毁，其中有77辆 T80坦克被乌军缴获，并创造了用1个旅击败了俄军1个王牌师的记录。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远远超出了后勤保障部队的伴随保障能力，其配属的第69保障旅根本无法支撑起这么大一支机械化部队，如此远距离的快速突击。随着该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在前面快速穿插突进，后面数百辆卡车组成的运输车队紧跟着保障弹药、油料和食品等给养物资，而至关重要的油罐车数量是不足的，无法支撑由上千辆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防空导弹组成的庞大机械化集群。要知道，这些重型装备的胃口那是相当惊人。以 T80 使用的 GTD1000 燃气轮机为例，作为有名的油老虎，100公里油耗高达250升。后来随着突击的进一步深入，油料补给已经逐渐跟不上了，有的油罐车很快就被用光了油料，有的呢则在路上被乌军摧毁，导致该集团军的许多坦克、装甲车辆因为没有油料或者出现小故障无法维修，被抛弃在了路边，最终使得成功杀到基辅东郊的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也成了纸老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与此同时，乌军防御部队也是依托城镇和森林地形展开防御，使该军难以前进，自身反而陷入了缺乏后勤补给、进退两难的困境。之后，也就是在3月下旬，随着俄高层下令放弃攻占基辅计划，将北线的部队撤出，重新集结，于是刚到达基辅不久的近坦伊军只能灰溜溜地撤回了哈尔科夫，并在乌军的一路追击之下，又损失了不少人员和装备。可以说，近坦伊军这支重装部队这一趟近700公里的基辅往返跑，远远超出了其后勤保障部队的能力范围。结果是仗没有打几下，只顾着在泥地里面来回奔波了，最后被后勤拖垮。其实呢，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美军专家曾经分析研究俄军编配的军用卡车数量和质量后，认为俄军的能力呢，只能支持约在145公里的距离上进行一次战役级别的进攻，再远的话，后勤保障体系就很难支撑了。与之相比呢，乌军的表现就好了不少。首先，由于是本土作战，后勤保障呢本就比俄军要容易，同时有着星链的支持，使得乌军在通信和情报方面也存在很大优势。再加上对于火炮部队的合理应用，使得乌军逐渐占据了现今战场上的主动权。总结来说，经过这次炮击事件，我们能再次看出俄军在前线通信和指挥方面的巨大问题。如果这类痛击友军的事件得不到解决，那么将对俄军的士气造成很大的打击。毕竟谁也不想在前线打得好好的，却被友方给背刺了。那么大家认为，目前俄军是否有能力解决通讯问题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